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米娅的塔罗频道。我们今天要做的主题是他有想你吗？他心中对你的一个想法跟感觉哦。那我们今天呢要做的这个占卜，主要是给彼此就是有某种程度的连结的一个朋友哦，就是你今天所想要占卜这个对象你能够连接到对方的一个讯息的话，你们必然是有某种在过去的生命中，你们必然是有某种深度的一个连接哦，或者是说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你们是有一定程度的缘分的。所以如果你跟这个人是刚刚认识彼此交集没有很深的话，就比较不适合做今天这个占卜哦。那如果是稳定恋情的朋友的话，这个占卜也比较不适合你们。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3个选项都是花哦。这个呢是这个郁金香 tulips 郁金香哦。好，第2个选项是 Freesia 小苍兰。好，那第3个选项绣球花 Hydrangea。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3张图片3种花朵，选项1、选项2、选项3，大家觉得哪一朵花、哪一种花最吸引你呢？或者是说你对哪一张图片最有感觉呢？我们下方有我们提前帮你们收集好的一个能量的讯息哦。我们今天都是完全用字卡作为占卜哦。好，下方就是每一组分别对应到的一个字卡。好，那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想一想，觉得哪一组牌对你最有感觉。选好的朋友，你们就可以直接利用下方的资讯栏连接到你们那一组的牌组去听解牌。那如果还没有选好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哦，我们会放一点音乐，大家可以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来进行选牌哦。嗨，选到第1组，选到 Tulip 郁金香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好，首先呢，对方说冷漠是我的保护色，所以这个人有时候是不是比较对你们比较有的时候没有这么热情呢？不要苦苦挽留一个无心的人哦。不知道这句话是在说你还是他呢？这个人他苦苦挽留你，你拒绝了他吗？或者是他说的无心的人是他自己就是你们正在苦苦挽留他呢？不知道你们是哪一种情况？是我不好，我要反省。好，这个人第3张牌出现的是说，他觉得他到底做错什么事情呢？他觉得他不好，他在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在这段感情中有一些没有做好的地方。好，他自己愿意去反省，自己愿意去面壁思过。硬碰硬你们之间感情有这样子的情况吗？感觉双方互不相让吵起架来两个人这个都是有硬脾气的，他也觉得你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如果你真的生气起来，他也是会敬畏3分的。吵架时我想离开。好，我觉得他真的也是不大喜欢跟你们一直吵架也许他吵不过你们也许他觉得那个气氛令他很不舒服他就是想要离开现场。我们很久没有好好说话了。第1组的你们跟这个人是不是
有一些人是有断联的情况，或者是说呢，你们没有断联，但是却两个人没有很久没有去谈心，就是两个人心的距离是很远的，大家都把心事放在心里，不愿意去沟通，或者是说觉得之前已经沟通过了，但是对方都没有听进去，那好像多说无益啊，因为也不会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感觉有点放弃沟通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迷失了，这个人不知道他觉得他哪里迷失了，是在感情世界中迷失吗？因为这个迷失有一点好像是他看了很多很多的风景，最后觉得自己迷失的感觉或者是说他的迷失呢是在追逐其他方面的，他的金钱啊，他的权利啊，或者是说他的其他方面反正他就觉得他自己迷失了，可是不大清楚他所谓的迷失是指哪一方面的迷失我也希望能被你理解。第一组的，哇，你跟他没有好好说话很久很久，甚至有的人已经断联了。可是他其实内心希望如果他能够被你理解，那该有多好不是被误会，是被理解。他说我确实有做不好的地方，你可以生气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是我不好，我要反省，我确实在这段关系中有很多地方我不够的努力，或者是说我有的地方我就是摆烂，或者是说我有时候就不回应，我就是耳根子硬，我就是听不进去其实我知道我有的时候是故意的，好，你讲了我都没有在听，我确实有做不好的地方，你生气是可以的，你有生气的权利。他给了你们这样子的说法。我想照着自己的步调走。好，所以他有做的，等一下，他是说我有做不好的地方，好，我要反省。他知道他不好了，可是你反省之后，你还是要照着自己的步调走吗？意思是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改吗？就是他还要照着他自己的步调继续走吗？他会反省，可是反省之后呢，好像还没有什么行动。他知道他做的不好，他会反省，他也觉得你们生气是可以的。好，可是他目前还是想照着他自己的步调走，是这样吗？你很耀眼，哇他觉得你们好像是这种太阳闪闪发光，很耀眼，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也感觉很有活力，吸引到很多人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哇到底为什么呢？你们是不是有过争吵？争吵的时候，这个人其实是想要离开，想要离开现场想要静一静，或者是说就不想要说话了。那他也希望被你理解，他觉得不能被理解，因为你们好久都没有好好说话了。有的时候两个人要硬碰硬，互不相让。你们到底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感觉你们一开始一定也是蛮甜蜜的可能也有过承诺，或者是说在一起真的有那种很开心的时候，陪伴彼此的日子一起去旅游一起陪伴彼此度过人生中的低潮。那怎么最后在时间的消磨下，两个人是现在的一个状况呢？我觉得他有点感慨。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这样子他压力会很大嘛？你们是不是？哇，那这个苦苦挽留一个无心的人是不是你们呢？因为他说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好，哇我有时候不想说话，只想放空。如果你们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人身上，他可能觉得是不是他又得回应你们什么回应你们的情绪，或是回应你们一些话可是他好像他就是脑袋不想思考，不想要动脑筋，也不想要去想说要怎么去回应你，或者是说应付你嘛之类的。他其实想要
哇，一个人静一静，照他自己的步调走，甚至是就放空，不要想很多事情哦，就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啊，追剧嘛，看电影啊，或者是说打电动啊，或者是健身啊，干嘛干嘛的。好，他就想要放空啦。我知道疼爱的话，用行动更实际。刚刚才说啦，这个人你怎么都没有行动呢？然后你只会反省啊。然后他现在终于说，哇，如果要疼爱一个人，如果要爱一个人的话，其实行动是更实际的，没有错啊。我们还会有交集吗？哇，这句话问你们呢，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今后还会有交集吗？是不是你们有一些人是有断联的情况啊？你们很久没有好好说话了，或者是说两个人就算见得到面，可是好像都言不由衷嘛？不要说我不负责，很幼稚。你们是不是有心里默默在埋怨他？就是觉得他有些地方不是很负责，有些行为真的很幼稚，让人生气。可是你确实就做得不好，所以，对啊，他确实就做得不好，所以你们可以生气啊，对不对？哇哦，你的眼睛如迷人的水晶哦，他觉得你们是很耀眼，而且这个耀眼真的是有一种晶莹剔透，而且闪闪发亮的这种耀眼诶。你们的光应该不是这种爱内涵光，不是那种很低调的光，我觉得是蛮闪烁的哦。至少在他的眼中，在他的心中看起来，你们应该是蛮有魅力的一群人哦。好，失眠的夜，思念的强烈，哇哦，他会因为思念这段感情而失眠哦，因为想念你而失眠。回忆一幕幕从未想过的结束，你们两个是不是？哇哦，这一组感觉你们这段感情好像是，有一个收尾，或者是说忽然的断联，或者是说吵架分开吗？因为这个人他觉得这个结束没有想过是以这样子的形式结束哦，没有想过，他没有想过，所以常常在回忆之前的事情。我搞不懂我自己，好，他搞不懂他自己，可是他却希望被你们理解。那你们真的理解他的话，也会很厉害耶，因为他自己都搞不懂他自己了。但是他却内心期待有一个人可以理解他。好，你对我的付出，其实我心里明白，所以他姐姐会想念你们，因为他其实知道你们在这段感情中为他的努力跟付出吧。也许他嘴上没有说没有特别的感谢你，或者是说，也许他就感觉上当做理所当然。可是其实他心里都知道。我觉得他好像不是一个很会表达出内心想法的人，他心里明白。可是然后呢？对啊。我有传统的一面，我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个人某个方面是不是比较传统，有一些比较固执的想法哦？不知道他的传统的一面指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比较这种大男人嘛，或者是说有的人是有非常传统的这种家庭观念哦。对，对于父母或者是说有的人就是对于一些上对下或者是说对于一些道德伦理是比较坚持的嘛。好，每一个人他坚持的原则，每一个人对应到的可能不一样哦。但是呢，对于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会坚持到底的。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因为他自己都搞不懂他自己了，然后你却最清楚他是怎样的人哦。好，
有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迷失了，然后他希望被你理解。我觉得你们好像看得比他还清楚，看得比他还透。有的时候好像你们会点出他其实有一些问题吧，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他的做法跟想法啊，在你们看来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一点包含了，他好像想要再澄清某一些事情哦。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所以，我没有对你说谎，或者是说你误会我了的感觉哦，有这种意味在哦。你应该是清楚我，所以你应该要信任我，对吗？好，装着嘴硬压抑心情。所以你的付出他明白，可是他又有点嘴硬哦，压抑着心情。好吧，如果他要继续压抑的话啊，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听到他内心很真实的想法。所以这个人他就只能自己去失眠，然后自己去想，然后反正他就是一个很嘴硬的人嘛，回忆一幕幕。好，因为很嘴硬，因为很压抑哦，所以就会失眠。我不爱表达，或者是说我不会表达。好，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不大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跟情绪的人，或者是说话有的时候不是这么多，你要去引导他，或者是有关于这种很多心事都藏在心里不说清楚，好像要别人去猜嘛。或者是说有关于情绪啊，有关于感觉，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让你感觉像坐云霄飞车吗？有吗？其实有我觉得是卡中，因为前面呢一开始我觉得他很冷漠，然后还叫你们不要苦苦挽留一个无心的人，好，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但是后面又出现觉得你们很耀眼，觉得你们是迷人的水晶哦，然后后面又出现他这个真正的心情，我就是嘴硬啊，我就是压抑，尽管我想你想的失眠，所以他也搞不懂他自己啊，他就是一个好吧，有一点怪的怪人嘛。好，哇，我知道你很棒，很多人喜欢你，这是最后一张牌卡。这个人其实你们在他心中的形象是很好的耶，你们他其实有说你们的眼睛是迷人的水晶，好，而且他觉得你们刚刚有一张牌是说你很耀眼哦，我觉得你们就像阳光一样耀眼，你们的耀眼是这种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光芒，会吸引人的光芒。就算你想要低调，也没有办法。这种是一个藏不住的光芒哦，很多人都很喜欢你，被你吸引哦，被你靠近哦。然后他说这句话要干嘛呢？那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也怕说，他也不知道这样子，他这样子情况到底配不配得上你，或者说适不适合你哦，或者是说会不会其实你身边也是有很多很优秀的人，跟你示好，或者是说呢跟你靠近，他其实也不知道，他也有点搞不懂的感觉哦。好，哇，我觉得这一组牌有一些矛盾的讯息耶，一方面很想念，一方面很觉得你们很棒，可是一方面他又非常坚持他某一个不知道坚持的一个传统一个原则，他还是想要照着他的步调走，就算感情他很喜欢你，他也是想要照着他的步调走，或者是说他很想念你哦，但是他还是不知道，他就想要坚持某一样东西，某一个原则嘛，然后有的时候又想要休息，想要放空。我觉得可能你们这个耀眼是不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压力在呢？然后他也知道他在感情中哦，其实有很多
很多做不好的地方，好像如果他又再去靠近你们呢，会不会又显得他，就是他有一种心中想要跟实际能不能做得到是两回事哦，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够去完成之前没有做好的地方，会让你们不要生他的气，或者不要抱怨。而且我觉得他还是想要照着他的原则跟他的坚持的那个东西啦。那到底两个人再继续走下去哦，会是怎么样？感觉这种硬碰硬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没有办法化解？两个人都是很硬的人嘛，就算是很想念也拉不下脸哦。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是这样子的，拉不下脸，然后有自己的坚持跟原则哦。好，宁愿心很痛，也不愿意去承认。好咯，以上啊就是今天第一组牌你们的字卡咯，希望今天的字卡对你们有帮助哦。那因为是大众占卜啊，可能不会每一个字卡都对应得到。那你们可以听取你们适合你们的一个讯息哦，有对应到你们的讯息。好，那希望你们跟这个人呢，不管你有没有要继续等他，或者是说呢，你其实已经放弃这个人了，你已经另外有对象，你只是想要来听听看的话，我会说，其实你在他心中啊是蛮美好的。然后接下来会怎么走呢？我觉得就是要看他要不要试着调整一下他的步调，不要这么嘴硬，不要这么压抑哦。好，然后还会不会有交集呢？这个其实就要交给宇宙，交给时间了。那我们今天的解牌就到这边咯，我们祝福选到第一组牌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字卡。第一张，他说：“可能你已不需要我。”第一张出现这张字卡。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对方觉得是不是你身边已经有其他人，或者是有其他新的生活了，可能你不再需要他了。我希望时间停止在梦中。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像希望时间停止在一个最美好的那一刻。在最美好的那一刻就停止，然后他可以像在梦里一样很幸福的样子。都已经累了，两个人都已经累了嘛，对于这段感情。哇哦，你曾来过他的世界，他也曾经爱过你。你们曾经是一段恋人的关系吗？还是说，有的人是这种彼此都知道彼此的心意可是好像没有点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靠得很近，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去突破那个距离。那有的人感觉是恋人的关系曾经的恋人。他虽然也会难过，但是不会想说彼此就是好像一直互相折磨，或者是说他觉得自己感觉在这段感情中很多的消耗吧。虽然也会难过，但是不想一味的折磨。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可能有的人你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了嘛，然后其实他突然听到你的消息，他还是会
有一种心跳漏拍的感觉，突然心头一紧，因为不知道这个消息会对他来说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或者是他的心会起什么样子的反应。永远忘不了的回忆，你跟他之间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是永远也忘不了的一个回忆哦。请等一等，等我调试好自己。希望你等他调试好自己，然后两个人再见面嘛，或者是说他在会做出什么样子的行为举动，或是说什么样子的话嘛？他要你等一等，等他调试好自己哦。谢谢你带我看这片风景。好，你们带他看了什么样子的风景呢？或者是说你们跟他一起看了什么样的风景呢？还是说你出现在他的人生中，就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哦？你让他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景色哦，是他以前不会去接触的哦。后悔不贴心，好，他觉得他在相处的过程中没有这么的贴心没有那么去注重你们的需求啦，想起来都觉得很后悔。多怀念从前，永远忘不掉的回忆。多怀念从前，怀念从前，你们一起去看这个人生风景的时候，我觉得你对他来说，带给他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视野跟世界吧。也许因为你，他接触了他平常不会接触的一些事物啊、兴趣啊，或者是接触到不同的人哦。好，请原谅我没有好好爱你。这一组这个人是有爱的，但是他觉得他对你是有爱的吧，但是我觉得他觉得他没有做得很好哦，他觉得他不够贴心，然后他没有好好的去对待这份感情嘛。好，明明想忘记，偏偏又想起你，其实他心里面是觉得，就两个人就。或者是说他自己就忘记吧，不想要再想起这一段感情，然后也很害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克制住的想到你，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不知道这个借口跟理由是来自于他的，还是来自于你的，还是来自于你们两个的？两个人都用一些借口跟理由来。在这段感情中来让，好像有的时候就没有变得很真诚，然后对方也不会知道到底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或者是你说了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好像是在掩饰自己做的不是很好。我挥霍了你的信任。好，这个人他是不是有的人可能在感情中是有犯错的？那这个犯错，我觉得有些人面对的这个人哦，他可能有这么说呢，有的人是跟别人暧昧，或者是有些人是已经到出轨的程度了。好，那有的人的这个挥霍，我觉得可能比较轻微就包含了他答应的事情他没有做到。或者是说他答应要改的一个坏习惯，他没有做到，或者是说他承诺的事情承诺你会一直走，一直坚守之类的，还是最后他辜负了你，他挥霍了你的信任。但是他一直强调，我也曾爱过，你来过他的世界，他也爱过，他其实一直在强调这样子的话，他对这段感情是真的有爱过的。只是他可能没有爱得很好，后悔不懂你，他后悔不贴心，也后悔不懂你。我们都经历了，也值得了。
不过他前面说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做得很好，不贴心，然后也不懂你，然后又挥霍你的信任，那不知道他为什么又觉得自己尽力了。好，可能啊，他觉得处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好了，当时他觉得他已经尽力了。当然，回过头来去想，他可能觉得他有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情况，就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下，他所能够想到或者是所能够做的，他觉得他也有尝试，也尽力了。哇，有些话来不及说，我再也没机会说。这个人在跟你们好像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联络的时候，他有一些话想要说，但是没有说出口。然后之后啊，也再也没有那个环境、那个时空背景让他去说了，因为他总是犹豫不决嘛。好，想说的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犹豫不决之后啊，有时候时间就这样子流走了。好，可能再也没有那个因缘际会，没有那个条件让他去开口说一些他一直犹豫不决却很想说的事情哦。说好不会把你遗弃，但最后还是变成回忆哦。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人，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有点像是主动分开、主动断联的那一方呢？或者是说你们没有断联，但是他可能是主动画下这段感情的一个句点哦，主动将这段关系好像，主动让这段关系比较淡掉的这个人哦。可是他曾经已经有答应过你哦，所以我觉得他挥霍了你的信任，他没有做到这件事情。谢谢你陪我吃苦，哇！第二组的你们就是曾经陪他走过人生中比较低潮的时光啊，或者是说那时候他正在准备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业嘛，或者是说一个他想要学习的东西，或者是他人生有一些这个低潮跟变故，我觉得你陪他一起度过那个难关哦，你一起陪他度过一些比较竞争的一个环境，比较压力大的一个环境哦。他很谢谢你，他来不及说，他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很犹豫诶，他总是犹豫不决，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好好的表达他的情绪、情感跟感觉啦。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稍微偏向理智的人哦？他有的时候就是想要凡事就是说理，或者是比较理智型的在思考一些事情哦。他会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所谓的情绪啊、感觉啊，他的感觉是什么？他有时候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知道你很迷人，很多人喜欢你，在他心目中的你是一个很迷人的人哦，在他心目中的你，他觉得有很多人会被你们吸引诶，就如同当初他被你们吸引那样子吧。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对啊，我觉得，因为他不说嘛，他就是没有说，你怎么会知道呢？这个人内心也是，为什么就是不说呢？好，总是犹豫不决，有些话他就是没有表达得很清楚嘛。想念彼此关心的从前哦，好，他其实很怀念跟你在一起的时光诶。但是一开头就说可能你也不需要我，我觉得第二组你们有可能是那一种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了，然后对方也不知道你现在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对方是透过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网络啊来看到你的消息哦，听朋友说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可能你的外在啊什么生活啊看起来很好，或者是他听到一些你身边呢有其他追求者，或者是说好像有出现其他不错的人哦，所以他觉得是不是你也不需要他了？
若无其事的互相问候，好让彼此没有罪恶感哦。你们可能假设偶然相遇的话，或者说在网络上遇到的话，在这个彼此的这个空间啊，彼此的这个 FB 或者是彼此的 LINE 上遇到的话，可能会若无其事的互相问候，可能帮你按个赞啊，或者是说就是在你的一些文章下留言吧，就是装作很云淡风轻的这种感觉啦。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会觉得让彼此没有罪恶感，主要是让他没有罪恶感。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内心对于他没有完成对你的承诺然后好像对于主动离开这一段感情啊，他其实是内心是有罪恶感的，但是他就是一个不会好好表达情绪的感觉，不会好好表达情绪和感觉的人哦。他前面一直强调，其实他真的有爱过你，然后我觉得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理由，或者是说他可能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啦，因为他就是一个不会好好表达的人啊。可能当初他太冲动了，做了某一些事情，然后他事后也好像觉得时过境迁，他也没有办法再去做什么来弥补你了。对，因为有的时候，当下的那个环境吧。假设他要是身边中啊有一些压力，因为这边有说谢谢你陪我吃苦，有的时候如果他身旁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忙工作啊、学业啊、家庭啊，或者是说他本身的一些状况，他要去处理，有的人还有金钱的一个问题，那他其实会没有办法去兼顾感情吧，然后他没有处理好这段感情，觉得他内心有一点点罪恶感，可能不是一点点，可能蛮多的，他有一些罪恶感在。好，然后他前面也有提到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其实是不贴心的，然后他也不后悔不懂你，他其实对他里面有一些后悔在这一组的。我觉得这一组看起来很像是你们两个曾经有一段感情，或者是说你们两个曾经是有一段很好的关系，然后你真的对对方有很多的付出，你陪他吃苦，这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他真的也爱过你，可是他现在回想起来，他很多地方做的不好，不贴心啊，不懂你啊，而且他好像又是有的时候就是口拙不大会去表达一些东西。他可能最后他这个决定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比较狠的、狠下心，然后你们会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做？而且他曾经答应过你们不会遗弃你们，会跟你们好好走下去哦。所以他其实对于他这么做，内心是有罪恶感的。所以如果他假设有机会看到你，他可能会若无其事的相互问候。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会让他心中好像，因为他总不能一直去好像怪罪他自己吧。这样子他也没有办法好好走下去啊。因为如果越想起一次，其实他的这个痛点就会越被踩到一次哦，会很不舒服啦。就是好像一直觉得我就是做不好，可是我又已经无能为力的这种感觉。好，最后一张哦，你的那些问题，我回答的坚定，其实内心最想你。好。我不知道你们问他什么，或者说你们曾经问他什么。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意思是说，虽然你问了那些问题，我回答的很坚定哦，但是我其实内心还是想你们的。我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你的。我觉得他可能有人问的可能是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你真的要离开我吗？然后他很坚定的说，对。我对你没有感觉的吧，请你放手之类的，或者是别的情境。我举一个例子是这样，那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也是说给他听，说给他自己听啊，要他自己放手。好，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有一些人啊，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很明白的，就是有没有要在一起，或者是说有没有要复合吧。他给你一个很坚定、很确定的回答，不知道这个回答你们听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或者是说你们听完之后情绪是怎么样哦？那其实他内心是想你们的，因为有这个启示啊，会觉得也许他的这个回答听起来没有让你们那么舒服哦，但是他好像有一点说反话，或者是说比较不知道怎么表达啦，他就是。也许他就给了你一个答案，很坚定的回答，好像他就是这样子的人，他就下了决定，永远不会改变的。可是，其实我觉得他内心有的时候很矛盾，或者说有的时候很折磨，很折磨因为他忘不掉你，他也很想你。好，以上啊就是第二组你们的牌哦。你们排这个氛围啊，我觉得有一点折磨人。他他他一直强调他真的也爱过，可是我觉得在第二组的牌里面，这个人他有蛮多的后悔，然后有一些罪恶感哦。可是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因为他实在不是很会表达他的情感跟情绪。我觉得他有很多话没有好好的说清楚。然后有的人面对的这个人，他其实也不太知道你们目前的现况。我觉得。有一些抽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现况其实是过得还不错的。那把自己各方面的生活都经营得很有质感，或者是说经营得很有品味，或者是说过成自己想要过的那个样子哦。所以对方啊，其实一开头就说可能你已不需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想。我觉得他啦，依照他对你们的了解，他知道你们是一个会一直往前，会一直去突破，或者是说会一直把自己调整回来的人哦。所以，他其实不是会担心你们，或者是说不是会很担心你们一直在一个低潮中。我觉得你们不是这样子的人，他觉得你们也不是这样子的人。好，所以他一开头就觉得你们可能人生已经走到另外一个层次跟境界了，已经不需要他了。好，那以上第二组的牌啊，希望今天这些字卡有帮助到你们哦。如果Hello，选到第三组 Hydrangea 绣球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字卡哦。哇，第一张就说我的爱有多软弱。好，我们再看一下工作、学业、家庭、分身乏术。这个人是不是很忙啊？就是他很忙碌，有很多事情要兼顾哦。有的人可能一边工作一边在学习，或者是说，有的人你们今天问的这个人哦，他曾经是有家庭的，然后他可能有需要去顾他的孩子，在婚姻中的那个孩子。那有的人的家庭哦，指的是原生家庭。所以他的原生家庭可能有一些状况需要他去处理，感觉说这个人好忙哦。他工作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竞争的环境，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挑战在迎接他。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你，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吧，或者说在感情里面比较软弱，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你的一个讯息，回应你的一个问题，回应你对他的一些言语或者是行动。
这个人非常在意他的形象哦，他应该是很爱面子的一个人，希望他的形象在别人面前是完美的、好的一个形象。心有余而力不足，放在这边好了。太多事情要忙了，我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当时处理的不够成熟。这句话是在说什么呢？他当时处理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不够成熟呢？好，看起来，我觉得他应该是处理这段跟你的关系、跟你的感情哦，有些地方处理的不是很好，可能让你们因此受伤了，或者让你们感觉不是很舒服。好，因为他不是很成熟。在爱里面不成熟而且软弱，就是他还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都在学习。失去了我才懂得珍惜，这个人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你们了吗？好，这个人一定要等到就是失去了一段感情后，他才会回过头来去想去反省，才会学习到一些事情哦。有你在就好。你们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了吗？他已经比较联络不上你们了吗？我宁愿什么都不说，因为这个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嘛。然后，他是不是这个嘴巴很紧啊？有的时候就像这个牡蛎蚌壳一样闭得很紧哦，怎么样打死都不说。我要的不是你能给的，他到底要什么啊？这个人，我要的不是你可以给的，他要什么？或者是说他生命中有什么缺口需要去被弥补的？那如果你不能给他，那要找到其他人可以给吗？我没你想的那么快乐，所以你们觉得现在过得很好吗？很幸福吗？很怎么样？很快乐吗？但是他好像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哦，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因为这个人就很在意他的形象，我觉得他在外人面前可能就是一个把自己经营的还不错的样子，但是可能他内心也没有真的这么快乐哦。我想起我们曾经计划的旅程，你跟他是不是有曾经一起计划要去哪里玩哦？要出国旅行，或者是说国内的旅行，去各地旅行啊，去看风景啊，去吃美食，去体验人生。好，可是这个计划的旅程好像没有完成，戛然而止哦。他常常会想起哦，如果跟你一起去旅行，踏上了那段旅途会怎么样？可是有太多的无奈啦，没有办法成行的一个旅行。人生有太多无奈，就让时间成为唯一的解药，好吧？就让时间治愈伤口，就让时间为这些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作为解答吧。人生有太多无奈哦，我只是你的摆渡人，陪你一段人生旅程。我要的不是你可以给的，我只是你的摆渡人。我觉得这边，如果说你要的不是我可以给的，会跟这句话很搭，就是他只是你的摆渡人哦，他会觉得，你要的东西不是他给得出来的，所以他只能陪你一段人生的旅程。好，不知道他清不清楚，他究竟在感情中想要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或是什么样子的一段关系哦。这个人陪过你们嘛？就是
他陪你走了一段人生的旅程，有一点好像载着你安全渡河，送你上岸的意思。可能他在某一个阶段，你的人生阶段，他有拖住你，成为你心里某一个支撑的力量啊。知道你的眼泪与卑微，哇！第三组的你们，这个人，你们为他流过很多眼泪吗？甚至有好像比较卑微的去跟对方说话，跟对方道歉，去挽留对方吗？他知道，他看见你的眼泪，还有可能卑微的求和吗？他说他很需要一个人的空间。有的时候他惹你生气是故意的，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孩子气啊？在感情中故意就是说一些你不想听的话，然后让你生气，就是故意不想要顺着你，他不想要这么乖这么听话，或者是说好像都把主控权放在交给你，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故意让你生气。你很可爱，或者是说你们生气的样子，他觉得很可爱。有时候喜欢逗逗你们吗？我也受伤了，好，他也受伤了，就让时间成为唯一的解药。两个人都受伤了吧？我想，我知道我忽略了你最在意的事情。第三组的你们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啊？是这种安全感吗？或者是说陪伴的时间跟品质哦，或者是诚信、信任哦？他忽略了你最在意的事情，或者是你很希望这个人可以好好的上进努力，可是他好像没有做到吗？或者是你希望他可以多多关心你，他没有做到吗？我习惯了你的付出哦。习惯了，所以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如果一直在身边的话，其实就当做理所当然，就像喝水一样，每天都在喝，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有什么特别。但是当你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好不舒服哦。太熟悉反而成为距离。好，第三组的，我觉得你们跟这个人有一定的熟悉度，甚至是非常熟悉的。可是有的时候他觉得这么熟悉，在感情里面，有的时候好像少了给彼此各自的空间、神秘感跟这种，跟各自发展的一个天地。好，因为太近了，有的时候反而想要拉远哦。他说他现在还是一个人，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第三组的你们，就是你们知道对方现在的状况，真的还是一个人吗？他是这么说，他想要说他还是一个人哦，他身边没有别人，然后，目前还是一个那个孤单的一个状况，或者是他很享受一个人的一个状况哦。他目前还没有特别努力去追求一段感情，或者是说，一个人暂时也很好。我没能力爱任何人，不能承诺说到做到，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人嘛？他觉得他没有能力再去爱了，因为他的承诺总是没有办法实现。也许不谈感情，暂时对他来说是一个选择。谢谢你忍受我这么多。我觉得他在你们最在意的那个事情上忽略了。
你们忍受了他很多，所以你们还在这段感情中流了很多眼泪哦，很卑微哦。可能明明不是你们的错，你们为了让他不要生气哦，去安抚他，还跟他道歉，就是你们是愿意先低头的那个人。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感情啊，比谁对谁错更加重要哦。我觉得你们不是那种像他那么在意面子、形象跟自尊的人，你们愿意放弃自尊跟放弃原则去忍受他。你很可爱，他觉得你们好。刚刚有说嘛，他就是喜欢惹你生气。为什么又出现了一样的牌？大家有看到吗？他要讲2次哦。有的时候故意惹你生气，因为你很可爱，你生气的样子很可爱，或者说他觉得他一开始遇见你，就是因为他觉得你好可爱、好吸引人。我觉得第3组的你们有一种不是很强势的那种温柔感，或者是说舒服感，让人家相处起来就会觉得很舒服，然后没有那种很气焰高涨的感觉哦，会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有的时候像一个小动物一样，想要好好的保护你，或者是说好好的亲近你。没有太多心力兼顾感情，真的。第3组的这个人，他讲了好多次，我觉得他现在是一个比较想要一个人独处跟思考的一个阶段，而且他就觉得他处理的不好，一次要处理这么多事情，他真的分身乏术。而且如果他又再去谈恋爱，或者说他进入一段关系，他可能做的不是很好啊，另外一个人又得去忍受他，又得有很多眼泪跟卑微哦。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一个停滞的状态哦，他可能就是暂时先把他身边的事情处理好哦，因为他的爱是很软弱的。我觉得他没有说是我就是为了爱不顾一切，放弃所有的东西。现实层面上是不是这样子的？他不会说我为了追求爱情，其他我都不要了。对他来说，爱情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哦。不是像那种琼瑶小说的剧情啊，就是我可以为了爱什么都不顾，然后只顾自己的感情。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会想很多东西，然后他是希望自己能够兼顾很多东西的，生活的各方方面面啦。他希望方方面面都经营得很好，而且他很在意他的形象哦。不管是在他的工作上，他的同事啊，他的同学啊，他的朋友圈啊，甚至他的这种原生家庭，就是他希望别人看的他是一个好的。那这必然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心力去经营啊。如果在感情中，他真的没有太多心力再去兼顾了，因为感情也许是他觉得还可以稍微放掉的，因为工作跟学业不行嘛，那个是他生存的一个必要的手段跟条件。好，那家庭他也没有办法去割舍，也许他就先割舍了他没有办法去经营的感情，然后他觉得他现在可能也没办法做到一些事情。好，但我觉得第3组的牌很可爱，他说了故意惹你生气，因为你很可爱，你很可爱啊。这个人有的时候在感情中有这种童趣的一面呢，他会故意想要逗你哦。好，他其实不知道如何回应你，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去兼顾那么多了。然后我觉得第3组的你们真的忍受他蛮多的哦，他其实也知道，所以他没有做得很好。这个人就是一个失去后才懂得珍惜的人啊，失去后才想起来他其实做的没有很好。可是虽然他知道，但是他还是觉得这就是太多的无奈啊。然后人生有的时候就是时间吧，说不定随着时间啊，他身边一些事情啊，自然而然就是会有一个解决，会有一个出口，那他就可以让他有多一些时间跟精力去追求自己的感情，或者是说恢复你们的一个关系吧。
好，以上啊就是第3组有关于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必须要说，他觉得你们很可爱，很可爱，要讲2次。那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因为这个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可能不会每一张字卡都有对应到你的情况，大家就听取自己需要的讯息就可以了。好，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